时隔9到10年了，我们也很久没有再出一颗新的真正1:1的 macro 镜头。这次我们终于欢迎来到全新的这个macro 的镜头。有史以来在 Sony 里面 macro 镜头里面可以放大到更多的，它可以高达 1.4 倍的 magnification 只是单镜头而已哦，可以到 1.4 倍，也可以高达到 2.8 倍的 magnification。如果你用上了 2.0 的teleconverter， so 真的牛逼。OK， 来，我的名字叫 Han。OK，Sony Malaysia 的 Alpha Specialist。我是一位热爱 Sony 相机的以及镜头的还有多年用着 Sony 的相机。So 毕竟我也用了多过13年多了，也有用过很多镜头以及不同牌子的系列，也自己买了，还有自己尝试了，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也是看了整个 Sony Alpha 的整个成长过程，在这个摄影的领域里面所以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macro 摄影师，但是我会尽力的分享说关于这颗镜头的强大，希望带给你更好的资讯。虽然这次我手上是没有那颗 2.0X 的 TC但是我手上是有一个 1.4 倍的 TC， 还可以对焦哦，还有对焦很快听。还有比上一代以来，尤其是 90mm 2.8 来讲，哇，这个是好很多了，所以用起来不会感觉到迟钝。还有以前的 macro 镜头也不能支持 teleconverter，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可以支持所以我其实有做了一些外拍，拿了这颗镜头新的对比上次 90mm 2.8。Macro G OSS 就是上一代的，以及多年前的一个 100mm f2.8 STF GM OSS， 这也是以前出的。在对焦上面感觉就感觉很快，不只是对焦快，画质也很棒，高清，不管是拍照还是拍视频，非常的顺手。在这个新的镜头，加上又有带着 OSS 来帮助拍摄视频的稳定，尤其是手拿着会更稳，不用我的手还拿着。大的 Atomos Ninja 5， 不要忘记还加上电池，所以有一定的重量在手上了。但是要拍一些短的视频，只要动作不是太大的话，都会蛮稳的，所以完全没有问题。毕竟这也是一个 100mm 的镜头越长的焦距容易被手动干扰到那个视频加上我现在拿着是还蛮重的，好几个 kg 吧。说了那么久，就是这个全新的 100mm 2.8。Macro GM OSS 这个我们全新的镜头，在我们 Sony FE Mount 里面是第一个用 100mm 的 Macro GM 镜头。以前我们只是有 50mm 和 90mm 的 Macro 镜头而已，在 FE Mount 里面。然后虽然我们曾经也是有另一个 100mm 的镜头，就是看我刚才讲的那个 STF 的，不过那类镜头呢是偏为人像为主的镜头。我这次也是刚刚有说到也是用它拿来做一些外面的外拍，作为一个示范以及。对比我们现在有的 90mm， 还有这个新的 100mm 的镜头这样子。50mm 很抱歉，时间关系我也没有这颗镜头，所以我也做不到什么对比。不过在这几天我用了这支全新的 100mm f2.8 Macro GM 镜头用下来，还是那句话，牛逼！真的 sharp 了很多，然后 contrast 也高了许多，比起上一代，然后 focus 也跟着蛮快的。其实比起上一代来讲，因为新的科技嘛。来，我再分享一下一些 spec， 然后有什么觉得是优化了，比起上一代的对比。第一个就是索尼镜头可以用上 teleconverter 的，第一次用在 macro 镜头，这是第一个。以前 90mm f2.8 Macro G 只有最高放大率1.0x 倍而已，但是现在这新的镜头可以高达 1.4 倍的放大率，单镜头而已哦。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增强到 2.8 倍放大率。如果你用上了 2.0 的 teleconverter， 就是个 TC 了。但是呢，这几天我只是有这是 1.4 倍的 teleconverter， 所以我就本身又没有这个 2.0 倍，我也做不到什么这样子啦。所以在这个放大率呢，或者我们英文听到的 magnification， 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东西或者物体的大小是一个10cm 来讲，但是一般的镜头只是可以拍到 0.2 的放大倍，就是 0.2x 的放大率，这样的照片呈现出来的，你只可以拍到2cm 而已。如果那个放大率是 1.0x 的话，你就可以拍到满满的10cm 了，在照片里面。甚至如果是 1.4 倍的话，就等于10cm 的物体可以放大到变成14cm，在照片里面就甚至更大了然后现在最高就是可以到 2.8
X， 甚至更大的，真的是很牛的一个技术。然后第二呢，镜头现在是可以更近的自动对焦，比起上一次90mm 的 Macro 的镜头，因为现在只需要26cm 就可以到对焦了，上次是要28cm 开始，甚至用了2.0的 TC 都好，你只需要仅一个29cm 而已，非常靠近。然后第三呢，这次镜头也用上了很强的 Lens Element， 比如我们 G Master 独有的 XA Element， 在这个 100mm 2.8 Macro 的 GM 它也有2个 XA Element， 这样不只是有更好的画质以及 4K， 连那个 4K 波里面的那个洋葱那个 Onion Ring 都已经减少了。然后呢，再加上2个 ED Glass 在这个17个 element 里面13个 group 的配合，可以拿到很好的照片出来，然后减少紫边的出现，也减少色散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更高的 contrast 对比，从照片的中央甚至到角落都非常的高清的清晰度，容易看到更大的对比不会看到那种模糊的感觉，因为 contrast 很高嘛，然后分辨率也跟着高了，就是看到整个画面就是很高清这样子。我自己也是有做了一些对比，因为我本身很久以前就有买了一些lens 的 comparison chart 这样子一些纸，然后我来做对比，所以非常有效的对比这些镜头它的强跟它的弱，直接拿这90mm 跟这新的 100mm 来做对比就好了就上一代和这一代新的分别在哪里啦，这样子。然后以及加上现在有 1.4x 的 Daily Converter会不会有比较差点的画质呢？OK 不用紧。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虽然这段时间没有直接测试到 2.0x， 但是就是那个 TC 来讲，但是我可以说就是画质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个 1.4x TC 几乎就是可能少那么一点点，感觉大概是2到3%的画质分别，不会差太远在 Macro 的 G 里面几乎是看不出什么分别的。如果没有放大到100%来讲，基本就很难看到有什么太大分别。毕竟 100mm 2.8 这个 Macro GM 也是相当的锐利，非常非常高清的镜头了。所以下一个我想讲就是我们也对比一下光圈全开的情况下，到底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比如角落的暗位我们通常听到就是这个 vignetting， 然后中间角落的画质的清晰度，然后光圈变小过后，在哪一个光圈会有影响说画质总共画质的清晰度，因为每个镜头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diffraction point， 然后通常呢镜头越 sharp 的话，在大光圈里面 diffraction 会发生更早，导致全部画质会下降。那当然每一颗镜头设计的都不一样，我也只是给你一个大纲然后你也可以上网看看什么叫做 diffraction， 每个镜头不一样啦，不用被惊讶到，这都是摄影镜头里面的种种挑战。然后在这颗 100mm 2.8 Macro GM 的镜头里面，大概是要去到 f11 开始才会出现这 diffraction 的问题，所以建议就是不要用光圈超过 f11， 可以的话啦for 最佳表现。但是除非你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但是你又需要到，你也是可以用的。对比起来，新的 100mm 2.8 Macro GM 比起90mm 2.8 Macro G 的分别来讲，如果从岸边的位置来说， 100mm f 2.8 Macro GM 是比 90mm f 2.8 Macro G 好了很多，尤其是在旁边的角落位置vignetting 也少了许多。就算 2.8 开完大光圈情况下，毕竟 filter thread 也比以前大了，现在是 67mm， 然后加上新的光学设计的进步，然后 vignetting 是少了在这个 100mm。当然，如果你要完全没有岸边的画质来讲，你还是可以把光圈缩小，从一个 2.8 去到 5.6， 这样子整个画面是一样平均的亮度了。比起以前的 90mm 2.8 Macro G， 你必须要缩小到 f8 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67mm 的 filter thread在这个 100mm f 2.8 Macro GM 也比较亲民的毕竟我们索尼的镜头里面，尤其是拍照以及拍摄视频的镜头搭配选择来说，很多都在 67mm， 非常棒。在这个 filter thread 里面的67，比如 24.4GM， 然后 35.4GM， 甚至我们的 51.4GM， 还有更多的镜头，全部都是这个 67mm 的 filter thread。回归正题，画质表现
就是中央的画质。如果对比起来，可以看到 100mm 2.8 Macro 的 GM 的画质直接是胜过 90mm f 2.8 Macro G 的画质。不要忘记 90mm 这颗镜头也是一直以来都得到很好的好评啦，画质也是相当的好的。然后再看起来边界画质是怎样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说 90mm f 2.8 Macro G 的清晰度已经是不能了，没有那么好了。那毕竟我这些 test 大部分都是用了索尼最高的像素的相机61 megapixel 的相机所以的像素来自于索尼的 Alpha 7R Mark V， 就是一个高像素相机，直接是挑战镜头的底线了到底能不能分析那些细节的清晰度，不一定每个镜头都可以好好的分析到仔细那么清楚。镜头光学里面有一定的挑战，也是有为什么索尼 G Master 是大家公认的镜头顶级神技术，不只是非常高清的在各位方面以及美丽的散景一起，其实不容易的达到两个完全两全其美。因为可以看到 100mm f 2.8 Macro GM 是更上一层楼了。如果是比起 90mm 2.8 Macro G 在角落的画质对比里面，不只是有更细腻的清楚，甚至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contrast 也是相当的高。不管是中央或者是角落的对比，这颗 100mm f 2.8 Macro GM 是非常棒的镜头。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来讲说要买一颗神一般的 Macro 镜头，又带了很强自动对焦的话，就是这里了。来，就算加上了 1.4x 的 Delico 过后，画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是靠近的在对比在 Macro 的G 里面，除了光圈 f 2.8 变成了 f4 以外，然后焦距也从原本的 100mm 变成了 140mm 的 focal length会拍到更远一点哦。或者这样说，如果你要拍回同样的画质的位置来讲的话，你就要退后来弥补焦距的变化。重要的是画质没有太大的改变，我的感觉也就是在那个2到3%的画质差别而已，几乎都看不出任何异样。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表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有尝试拍更远的物体，比如说建筑物这样画质就有点不一样了，稍微的感觉上感觉拍摄远的细节会再少一点。毕竟这是一颗 Macro 的为主的镜头，现在又加上了 1.4 倍的那个 Delico 的。很多年前我以前开始拍 Macro 的时候，我们都有用一个东西叫 Macro Extender 的技术，至少你要加上一个 Extension Tube。然后通常呢，你都要放弃拍远的，因为镜头现在只可以让你拍靠近的，更靠近你的但是它就会影响那个画质咯。这也是以前的技术啦，然后经过特巴蒂的方法，如果要拍远的话，可以专门找那种大炮，就是白色镜头来更加妥当嘛。至少靠近细节没有太大改变，已经是很难的了。我觉得买这种特别的镜头的人都是在意 Macro 的效果最重要在靠近的。第四呢，光圈来到了11片的 aperture blade。从9片的 aperture blade 甚至到现在的11片的好处就是，就算你把光圈关小了，大概是2个 stop 的关系，也就是说它都可以好好的保持那个 bokeh 波的圆度。如果比起9片光圈的刀片来讲，我也做了一些晚上的测试，你可以看到，当光圈缩小到 f5.6 时候，光圈环的 bokeh 波还保留着蛮好的圆的光圈感觉，比起 90mm 2.8 Macro G 的表现来讲呢，这个 100mm f 2.8 Macro G 比起来更好很多了。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背景的散景会更好看，更顺滑。你也可以看到，就算 90mm f 2.8 Macro G 在开完 2.8 光圈的时候，以及9片的aperture blade 下的情况，bokeh 波也不是完全很圆的那种。现在新的 100mm f 2.8 Macro GM 的表现好太多了，然后没问题，高达 f5.6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另一个可能你们也注意到，就是那个 bokeh 里面那个 onion ring 在 100mm f 2.8 Macro GM 是少了很多的，没有那么多在那个 onion ring 在 bokeh 波里面这也就是谢谢索尼的G Master 独特的 XA element， 因为它的制造工程是 0.01 的 micron accuracy， 非常精准，可以让你 bokeh 波更丝滑，减少 onion ring， 然后背景虚化更加滑，更加完美然后第5呢，我要分享就是这个全新的 100mm 2.8
的镜头 I mean Macro GM， 它的对焦表现 autofocus 表现，就是它也用上了索尼最强的对焦马达，那就是我们的 XD Linear Mode 可以说是非常无敌快的对焦，在这个市面里面不只是快，也是准，然后甚至可以支持高达120张连拍的120个 frame per second 对焦拍摄快速连拍，在我们的 Alpha 93不一定全部镜头可以支持哦，甚至这把镜头很多镜头是不能支持的。回归正题，我还蛮惊讶，就是这颗镜头虽然是XD 马达，但是它用了4个 XD Linear Mode在这个镜头里面，来弥补以前对焦慢的情况比起以前来讲是快了 1.9 倍。自动对焦里面毕竟 90mm 2.8 Macro G 已经是上一代的接近有10年对焦的系统了，那个时候的微单上算是响当当，也是不错的。不过我一直以来用的时候就感觉它就是有点慢，对焦有点慢这样子。So 现在回到这个新的就以前就一般般，在这么多的年来，毕竟很多人都知道 Macro 都是手动为主然后比较多的。然后在视频你也可以看到 Macro 100mm f2.8 Macro GM 以及 90mm f2.8 Macro G 的对焦的对比现在两个是差天差地了。100mm 快很多，好很多，很有信心，不会迟钝的感觉，直接是去和回，没有抖动。然后我也带来了索尼强大的50到150mm f2 GM 的镜头，它也是拥有了4个 XD 索尼那个 XD Linear 马达的镜头，给你们看看它们的对比。不用说5150 f2 GM 一定是最快的 ，OK？ 那当然，毕竟价钱都多了1圈多啦。最后就是这个镜头支持 Linear Response MF Manual Focus， 非常精准的来手动对焦。感觉上这个 100mm 2.8 Macro GM 的手动转环就是还会更久一点毕竟靠近远的，从远到靠近的时候，它就转得很长这样子然后会更加的细腻，对焦精准，比起 90mm 2.8 Macro G 其实好些的。这样控制也来说，对拍摄 Macro 的人可以更精准的去对焦他们要的位置。分享那么多我觉得你们也看了很多详细的资料关于这个镜头以上这几点是我想分享的我也不太说太多那些细节了，你们可以看回我们的官方网站来看详细的细节。就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这颗镜头可以用几个方法来调手动对焦，毕竟这是一个 Macro 的镜头。大部分人都是以为手动为主啦，因为 Macro 嘛。然后我觉得这次的设计也是很聪明你可以用几个选择来切换那个手动跟自动对焦来调。第一就是你是直接可以用这个在任何时候啦，你可以用这个手动对焦环来决定你要 AF 还是 MF， 自己调就好了。那当然你推下后面的时候，它就变成手动了。对焦，然后和上次的 90mm 2.8 Macro G 是一样的逻辑来的 ，OK， 这我们大家都熟悉了。然后第二就是它加上了这个新的 AF、MF switch 都在这里了，在这里，所以你可以像是一个传统的方式来调，说你要是手动还是自动都可以。那当然必须对焦环是在 AF 的位置，不然的话它是永远在 MF 就不好了。所以手动对焦会在这里，然后你可以自己调。然后 make sure 它是 MF switch 在这边，所以你可以有效果的2个是可以这里调了。对焦环呢一定要是在 AF 的位置记得OK， 第三的方法就是当然对焦环是在 AF 的位置，然后呢 AF、MF 的那个按钮在这里你可以透过相机的 Custom Button Setting， 就是在相机的设置里面，你可以去它的 Camera Menu 来调整，把镜头的这个叫 Focus Hold Button原本的设置换成去这个新的 AF and MF Toggle， 这样呢，你只要轻轻按这个旁边这个按钮，你可以很快的直接切换看你是要自动对焦还是手动对焦，你只要按这个就好了，你根本不用拉，不用调什么东西，就按这个好。然后记得了，新买的相机呢，你们其实不需要用原厂的设置的，也不用被它绑住，你们可以随意调出你要的自己个人操作的设置以及按钮，可以个人化嘛，不一定要跟着所以是可以自己调的。最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最棒的，就是如果你们相机 menu 里面是有支持这个 full time DMF 的话，假设这 A7R Mark V
然后不一定每个相机都有啦，有这个function啦。然后这个镜头也是有这个 full time 的 DMF 的设置旁边的，你把相机和镜头的设置两边都开成 on，像相机开，镜头也是开，这时候就有趣了。记得全部自动对焦要开哦，才可以。然后呢，就算你在 AFS mode 里面就是拍一次的时候，你可以按快门自动对焦先，然后再转这个手环转这个，让对焦可以变成 manual focus 所以你很容易去手动对焦。这个时候呢，你是一半有自动的对焦，然后一半呢是相机永远在等你手动对焦，一直开着，这样你可以让相机用自动对焦去到你要去的一个地方先，然后你再仔细的手动对焦到你要的地方，非常的方便好用。不用担心，它不会损坏相机的对焦马达。毕竟索尼的对焦马达是我们用了那么多年来呢，真的是很牛逼，全部都是正常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镜头是和相机的融合，有很多多元化的辅助帮助摄影达到更好自己想去的操作方式。Third-party镜头呢，未必可以完全给你全部这些辅助，然后这颗新的镜头非常方便以及容易，这是我这次带给你们的分享，关于这个 F100mm 2.8 Macro GM OSS 的镜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多，然后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都可以信息我的 IG 啦，我的 Facebook 号可以找我，我是 Han Day， 谢谢你们来听我的分享，我也是 Han， 来自 Sony Malaysia 的 Alpha Specialist， 谢谢。